哎，九哥，油还多少？米后向右前方不多了啊。对，前面正好加油站，我们去加点油。好的，好的。这地方啊是故事。好，就前面，加油站，这。向右前方行驶，这不是牛肉汤吗？加油站，我的妈！随后到达目的地附近。真的假的？哈哈，淮南牛肉汤。乖，我真的是见了鬼了啊！你看，我们到这加油，然后这地方是淮南牛肉汤。走，到都到了，我们来看看究竟啊，给人加点油。这个，哎，是老板吗？啊，对，不加油了？早都不加油了，现在改为牛肉汤了。现在牛肉汤啊，你们也是过来加油的，喝牛肉汤的。我带你再出来看看啊，你看啊，真的搞得跟加油站一模一样啊。淮南牛肉汤，免费洗澡，免费洗衣服。这个玩的是加油站 cosplay 啊，淮南牛肉汤，早中晚餐。我这不是给车加油的，我这是给人加油的啊。给人加油的啊。给人加油的，对。对，好多人都以为车加油的。有没有大车过来，然后没有油过来说要加油，没看到加油机啊？每天多的很，大车小车都有的。哦。每天也是这块也去打了很多招呼，有的人家来嘛，走到我这里，就是说车子没有加油，一说牛肉汤，他们就顺便来一碗。你这个营销 No.1。我这么小生意也是做着玩，是吧？做着玩啊，给我们来一碗啊。好。淮南牛肉汤啊。对，淮南牛肉汤。您是哪边人？淮南。对，我是淮南人。哦。淮南牛肉汤已经走遍天下了啊。这个是故事啊，312国道旁边的加油站淮南牛肉汤。你们的客人大多是路过的司机啊？基本上就是的，周边附近也有，油不是很多。你怎么想起来在加油站搞个牛肉汤的呢？因为我当时嘛就在国道这一块，我就在选地点，后来我看到这一块呢比较合适，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一块。哦，这个原来确实是加油站。确实是加油站。那你在这干多久？对面去了。啊，加油站搬到对面去了。对，搬到对面。哦，就是说我车没有油了，到你这儿基本上还能推也推过去了，是吧？对。啊，先把人填饱。淮南牛肉汤，师傅，你们是开大车的啊？是不是停了加油，发现不是加油站，过来喝点牛肉汤？他觉得我们平常走这儿过的。哦，这个你们开大车就跑这全国路上有这种加油站卖这种牛肉汤、卖羊肉汤的吗？少吧？没有，他这种应该是之前的加油站改的。这种全国还见过？没有。先给人加油，待会儿前面给车加油。刚才啊，确实是我们大意了啊。这个是312国道，你看啊，进来的时候它确实有一个提示，我们是没看到的。我们开到面前才发现它是加油站啊。你看，再来远景，我们清楚的看一下啊，这个老板啊，这个老板太有创意了啊！淮南牛肉汤，它伪装成这样啊，不止我们，你看，这几个都是刚才在里头吃饭的大车司机，但他们是认识啊。这几个大车一停，你看这个像不像？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那个加油机啊，别的一模一样。你们那个饼子怎么卖？我们的饼子是2块钱一个。刚才牛肉汤呢？牛肉汤是15的。15啊。对。这个饼也好吃，给我拿2个啊。好，我这饼是我这里的特色。特色啊。好多他们驾驶员师傅们吃过了以后还要打包几个。认可哈。我们那天2个人做饼。你这个24小时吗？加油站是24小时，你这得干24。我这个24小时没有，我这早晨基本上是6点钟，晚上嘛12点，有时候嘛晚一点嘛，有客人的话嘛就到1点钟。我们这边国道上面嘛，一般吃的也很少，就周边前后吃的少。就是周边附近吃的少，主要是给大车提供服务的。因为在我这边洗车、加水，还有这个打开水、洗澡、洗衣服，全部都是免费的。哦，全是免费。对，我给他又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所。因为进出嘛也方便。他们过夜也可以在那过夜。过夜嘛，晚上嘛，我这里晚上能停好多车子，他们能自己停在这里自己。晚上能停多少？晚上能停个10几辆车子。那就停满了啊。对，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停满。我们这里嘛，基本上好多大车，它这个赶时间算好的，就到这。到我这里来休息，来晚上来洗个澡呀，打个开水呀，车子加个水啊，这是比较方便的。喝个牛肉汤。对，喝。你这唯一的缺点就是加油站不加油。加油站不加油，给人加油。我们本意啊，真的是过来加油的啊，但是正好饭点了，
加油站不加油，给人加油。我们来一碗淮南牛肉汤啊！这个店啊，走南闯北，我真的是第一回见到这么有创意的啊！淮南牛肉汤，加油站淮南牛肉汤，你看这边吃的啊，都是开大车的司机。每次到这都要吃一碗，这个牛肉很好的啊，原汁原味的。你看这个汤特别香浓，真的。你们开大车一次一般出来多久啊？出来4天8天，走到这里就要吃。都来吃啊？对，现在11点多点啊。我刚才4点多来的，这汤好，真的。开大车就希望吃点暖和的、舒服的啊。就这好，一会儿看我这碗面吃完了。你吃的是面啊，我们吃的是粉丝啊。哎，老板。哎，你好。那如果说大车司机怎么更容易找到这？是具体位置是什么位置？这边？具体位置我们这是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312国道。312国道阳关镇阳关大桥东1000米。这个地方很好找，因为我从很远的看到，因为我这个加油站这个牌子很明显。刚才专门问了一下啊，就是老板讲这个具体位置，大货司机啊，你们以后路过啊，可以按照这个地址来啊，真的。我向你们致敬，你们是最辛苦的一帮人啊，挺不容易的啊！你看我们开小车路过这，喝一碗这个热汤都觉得好舒服。像你们，你看跑长途喝一碗这个，刚才那个司机也讲了啊，这地方真的是又好吃，又温馨又贴心。大货司机其实挺不容易的，你们项目出来4、5天、10几天都有吧？有。现在收入还行啊？现在谈什么收入？你现在我跟你说，按揭的车能把车给养走都不错了。那要是全款的车，能把自己的生活费、家里边人的开支保走就不错了。好多人都现在已经退出这个行业了。还得常年出门在外是吧？常年出门在外，把车养得起，有活拉就行了。老婆就是车，反正天天陪车就陪老婆了。老婆在家几把岁数？没办法，你养家糊口。像我们这种社会低层的人，你又没有什么技术，又没什么课程，你又不是什么富二代，是不是？你没有本事，你只有从事这个行业。但是你从事进来以后，你发现这个行业根本不行，成不了。我们现在，那你车有贷款吗？我的贷款啊，他的有贷款，所以他比我跑得勤。那你更苦一点啊。他说没办法，你这个要给他，你必须要给他，你就像房贷一样。你不还不行，就压着你干。微信收款9元。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你不干也不行啊，你其他也不会干啥呀。注意安全哈。其实啊，我以前也是开大货车的，我最理解司机的不容易，所以呢，我就开了这个小店，给他们多点，给他们多提供一点服务。哎，开大货的不容易啊。